女孩第一次接客，没想到客户竟是个80岁的老头。毫无经验的女孩见此有些不知所措。Oui, je sais, j'ai menti pour mon âge. Tout le monde fait ça, non? Ça vous dérange? 女孩坐下后，老头就热情地给她端来一杯水，以缓解尴尬。随后，老头就开始抚摸着女孩的脸颊。看到眼前如此美貌年轻的女孩，老头有些激动不已。先是来了一个亲吻后，然后就缓缓地躺了下去。别看老头年过80，但他的身体却依然硬朗，整整运动了160分钟还意犹未尽。女孩也被老头的战斗能力以及他的温柔与体贴有所打动。就在女孩离开之时，老头表达了自己下次再约的愿望，女孩也欣然地答应了。可老头怎么都不会想到，刚刚与自己有过一旦之缘的女孩，才刚刚年满16岁。女孩叫伊丽贝尔，她在几天前的16岁生日旅行中，她邂逅了一个温柔体贴的金发男孩，两人当天就陷入了爱河。在青春的热情驱使下，贝尔对男孩的身体充满了好奇，于是在当晚的沙滩上，男孩便展现出了作为男友的优秀一面。先是聊天，再到亲吻，最后再跨越界限，贝尔也就在这沙滩上献出了他的初夜。但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却并没感受到预期的满足和享受。贝尔心想，原来从女孩到女人的转变是这样的感觉，但这感觉并不是贝尔想要的。他更不想就这样按部就班地进入恋爱期。在他的心里，男孩仿佛就是他探索身体的合作伙伴，而非真正的男朋友。于是他果断地结束刚刚燃起的初恋，彻底将金发男孩从心里抹去，再也不联系。为了寻找新的自我，贝尔偷偷注册了一个交友网账号，开始在网上分享自己的照片。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探索自己身体的奥秘和满足对青春的好奇，这也同时开启了他的双面人生。他一面维持他的乖乖女上学的形象，另一面却在网上发布性感照片招揽生意。很快，他那傲人的身材和精致的面貌给他带来了第一次生意。他也没想到这次与老头的交易会如此的满足，这么的简单顺利，这让他信心大增。于是他马不停蹄地开始发展下一个目标。很快他就迎来了第二笔交易，但这一次他还会那么顺利吗？为了这次交易能够顺利进行，贝尔依然是穿上母亲的高跟鞋和真丝衬衫，换上母亲的职业装，走在大街上的他仿佛变了个人一样，怎么看都不像只有17岁的女孩，俨然成为了一名职场女性都模样。他提前来到了约定的地方，没想到这次的客户竟然是个大帅哥。两人互相打量了一番后，谈妥了一个双方都满意的价格，随后便跟随帅哥进入了电梯。然而让他没想到，这个顾客竟然是个道貌岸然的无赖小人。他不仅有特殊奇怪的癖好，还对贝尔进行了多次折磨，最后还将开始谈好的价格克扣只剩200。贝尔本想反抗，却被男人威胁会将此事告诉他父母。无奈的贝尔只能拿着钱离开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他的心情低落到了极点。经过了这次的教训，他也学聪明了。在接待第3位顾客时，他要求在交易前先收款。当客户拿出钱后，他就迅速地调整好状态，缓缓低下头便开始工作。自从贝尔的父母离婚，母亲改嫁给一个富豪后，贝尔就感觉自己缺失了父爱。虽然继父对他很不错，但他总是觉得与其格格不入。其实贝尔的生活并不缺钱，他只是享受这种方式来满足自己对青春的渴望。这种看似离经叛道的行为，不过也只是他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已。回到家后的贝尔脸上时常挂着犹豫的神情，母亲见此便试图拉近母女间的感情距离。她邀请贝尔一起去看音乐剧，尽管贝尔极不情愿，但还是答应了母亲的请求。但他怎么都不会想到，在剧场里竟遇到了自己第一次所接待的老头客户。他悄悄地跟踪着老头，却看到老头与一个年轻女孩很是亲密。贝尔的心瞬间涌起一股莫名的失落感。然而老头也察觉到贝尔的存在，两人互相对视一眼后，老头就直接离开了。然而就是一个转身的功夫，贝尔就发现母亲在和别的男人亲密互动。不得不说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但贝尔并没有把这事告诉继父，而是默默地藏在心底。这时贝尔收到老头发来的约会消息。贝尔见到消息后，脸上竟然露出了邪魅又幸福的笑容。随后他就换上了一身职业装扮，向指定地点赶去。两人的约会依然是一见如故。事后老头还多给了100，这瞬间让贝尔有些感动。贝尔轻描淡写地回答了老头的问题，但并没透露太多的细节，因为他向来习惯在人群中保持一定的距离，与每一个客户都保持着冷冰冰的彩色交易。他也因此赚了足够多的收入。然而每次交易结束后，他都会有一种空虚感，唯独与老头相处时，他才会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安慰感。老头不仅从不拖欠或少给报酬，更是在他身上感受到了父爱的投射，
这也可能是因为父母离婚后，他与继父的关系始终充斥着陌生与尴尬，就是面对自己的身体也是无比的淡定。他会毫不避讳地将身体暴露在他人面前，无论撞见继父的裸体，还是洗澡时被继父破门而入，他都能保持冷静，因为他从未感受到父爱。而老头对他的关心似乎弥补了他心中的缺憾。在与老头的一次约会中，他们一起品尝着美酒时，贝尔突然好奇地问老头是否已婚有妻子。老头微笑地点了点头，但老头反问贝尔的父亲时，他却选择了沉默。聊完人生，品完酒后，两人才慢慢地步入正题。然而就在欲火焚身时，老头却突然一口气上不来，心脏停止了跳动。这个意外就是告诉我们，酒后千万别东想西想，容易丢了老命的。虽然贝尔见此有些惊慌失措，但他也是努力的想要抢救老头。虽然做了人工呼吸以及心脏复苏，但仍然是无济于事。惊慌失措的贝尔只能选择逃离现场，在逃离的途中，竟然还不小心摔破了头。本以为此事会就此平息，没想到第二天警察就来到了贝尔的家。母亲听到女儿经历的此事后，感到难以置信，她无法理解女儿会做出如此出格的事。她愤怒地将贝尔叫到身边开始训斥。面对母亲的殴打与不解，此时的贝尔选择缩成一团，任由她发泄情绪。但毕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，再怎么打也只是痛在娘心。母亲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过于冲动，于是她为自己的粗暴行为向贝尔道歉。在贝尔的坚持下，母亲也明白了他的苦衷，并尝试接纳他的生活方式。后来，母亲为贝尔找了一位心理医生，来帮他走出心理困境。而心理医生却是一次收服务费70元，这令贝尔有些吃惊，因为在他的生活里，一次性收费就像他曾经从事的行业一样。医生还风趣地与他开玩笑，这就是他的标价。贝尔与这位心理医生交谈甚欢，当他的母亲提议将他的工资捐给慈善组织时，心理医生却建议母亲将钱还给他，并用这份工资来支付治疗费用。在后续的单独会面中，他向医生倾诉了自己对老头的迁就，以及老头去世给他带来的深深伤痛。老头是他最尊重的客人，他的友善和温柔都源于他们之间的平等关系。贝尔对他的怀念也源于这份深厚的情感。说着说着，贝尔的眼中泛起了泪光。自那以后，他逐渐回归了正常的生活轨道，并结识了一个男孩。男孩被美丽动人的贝尔深深吸引，毫不犹豫地向他表白。他顺利地融入了这个新的生活节奏，父母也对他的恋爱表示开心。男孩可以正大光明地来到家中与他交往。然而，在情感本该升华之时，贝尔发现男孩并未达到他所期望的高度。最终，贝尔果断地提出了分手。他想重拾旧业，回到自己热爱的生活中去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他打开以前工作手机时，竟收到了成千上百条消息，其中一条竟然来自已经逝去的老头，这让他感到震惊好奇。最终他还是决定去赴约。这次他穿着朴素，不再是以前的妖娆，原来约他的是老头的妻子。在同样的房间，同样的价格下，他们静静地躺在床上，谁也没有说话。老头妻子轻轻抚摸着贝尔，贝尔也缓缓地闭上了眼睛。老头妻子凝视着贝尔的脸颊，他回想起自己17岁就开始的那段爱情，见证了他的裂痕，最终选择了妥协。当贝尔再次醒来，老头妻子已经离开了房间。他看着镜子中的自己，露出了一丝释然的微笑。青春期的我们总是对一切充满好奇，但难免会做出错误的决定。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。有了这段经历，相信贝尔会更加坚定地走向自己的未来。